美国的算盘会成功吗？我估计一定会让拜登气得吐血，也不知道能否完成他的任期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富强，欢迎来到富强观察室。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，美国近期的4大算盘似乎打得很好，可惜总是失败。今天我想说说最近这段时间里，美国的4大如意算盘是什么，又是怎么失败的。先说最近的这个美国的哈萨克斯坦算盘，有一个数字说起来也许会让各位惊愕不已。哈萨克斯坦这个国家的境内竟然有2万多个 NGO， 也就是非政府组织的英语简称。非政府组织的诞生本是民间热心人士从事社会公益为主的机构，但很快这个 NGO 就被美国政府玩坏了。他们通过给 NGO 资助资金，最终让大多数的 NGO 都成了政治机构和情报机构。美国背景的 NGO 就成了世界上最多的，成了美国政府影响他国民众与政府的美国编外组织，主要用于左右甚至颠覆他国政权。哈萨克斯坦这样一个国家竟然会有2万多个外国背景的 NGO， 可见美国在哈萨克斯坦下了多大功夫。所以这一次哈萨克斯坦的武装暴乱竟然没有明确的组织者了。什么人在组织呢？ NGO。 美国的动机是什么呢？搞垮中亚，与中俄亲近的国家政权，扶持一个自己的傀儡政权，废了俄罗斯的战略后院，断了中国一带一路的通道。于是美国自以为俄罗斯在俄乌边境那边局势太紧张，忙不过来，所以用 NGO 组织作为一个一个的前线指挥部，提前策动了哈萨克斯坦的武装暴乱。本以为用不了多久就能拿下哈萨克斯坦，但美国根本没想到普京定下决心会那么快，吉安组织定下决心那么快，俄罗斯的军队动作那么快，一天之间就快速部署到了哈萨克斯坦，一天之内就基本平息了暴乱。关键是上合组织也表态了，只要哈萨克斯坦请求有需要，上合组织也会出手帮助哈萨克斯坦，也就意味着中国维和部队也许会出现在哈萨克斯坦境内。这样一来，美国还怎么玩？接下来说说乌克兰算盘。美国为了完成对俄罗斯大兵压境，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，促使俄罗斯内部生乱，普京下台，扶持傀儡政府上台，然后把俄罗斯收编。这样一来，北约就可以顺便拿下蒙古，完成对中国大兵压境，并从日本方向左右夹击中国。于是美国策划了乌克兰政变，倒是成功了，但没想到乌克兰损失了克里米亚不说，东部的顿巴斯地区也进入了克里米亚前奏了，迟早也会被俄罗斯重新统一。再接着说全球民主峰会算盘，拜登上台以后，置给美国造成史无前例杀伤的新冠疫情于不顾，却全力以赴地忙着对抗中俄。为了达到他恢复旧盟友关系、发展新盟友、形成最广泛联盟，一起对付中国的战略布局，竟然召开什么全球民主峰会。可是世界上3个最重要国家中的2个，人口第1大国的中国与世界军事强国的俄罗斯，竟然被排除在外。拜登此举就是想捡起被特朗普丢到一边的民主人权大棒，制造全球孤立中国的态势，为他的反华新联盟计划奠定价值观基础。结果呢，一无所获。美国的新增新冠病例却再次突破每天100万人的大关。美国的内伤很重，按照马斯克的预测，今年春天或者夏天就会爆发金融危机了。美国撑得过去吗？还有希望组建反华新联盟吗？美国的第4个算盘，给中国挖坑算盘。拜登上台以后，全面继承了特朗普的极端反华政策，还不断加码。但极为反常的是，在全面对抗中国的情况下，却唯独热衷于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为理由，反复强调
要与中国优先合作。谁都知道那是猴年马月的事，拜登再活500年也看不到全球气候危机的那一天。但拜登的算盘就是想通过这个问题对中国搞道德绑架，用这个理由逼迫中国降低产能、提高成本，制约中国经济超越美国的步伐，并通过征收排放税，要中国向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缴纳排放税，直接掠夺中国财富。但可能吗？其实这也正好符合中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。中国承诺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，美国还怎么找茬？还怎么收取排放税？今年美国的第一刀算盘失算了，俄罗斯的军队进驻哈萨克斯坦了，中国维和部队也许也会进驻，那么拜登还想打什么算盘呢？看来一定会是台海、南海算盘最重要，然后计划马六甲海峡算盘。美国的算盘会成功吗？我估计一定会让拜登气得吐血，也不知道能否完成他的任期。好，本期话题就到这里，下次再见。